这万劫垃圾场行不行啊？挖了100多次了，还是垃圾。漏气的雨姐充气娃娃，发黑的鸡哥背带裤，断掉的粉色电动按摩棒。妈的，难道老子真是天生贱命？去你的鸟命！就算把这地皮翻过来，我也要挖出好东西。在这个世界，想要逆天改命，全靠捡垃圾的本事。100年前，世界巨变，无数被称作垃圾场的异度空间强行炼建而起，仙界的残羹，神魔的短至，高维文明的报废战舰，这些大能眼中的垃圾，于人类而言，却是逆天改命的至宝。在那之后，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都可以进入自己的专属垃圾场，挖掘属于自己的机缘。有人挖出仙品断剑仰天大笑，有人挖掘出毒物反被反噬。我叫陈凡，已经穿越到这个万界垃圾场世界18年。我无权无势，为了今晚的垃圾场觉醒，我没日没夜的补修，身体强度已经突破开窍3层。论理论和修行，我甩全校几条街。可那又怎样？在学校，我依然是那些世家子弟眼里的底层，受尽欺辱。江城豪门的赵家大少赵凯，仗着有钱有势，就带着跟班寻我开心。在他眼里，我这个蝉联3年第1的寒门学霸，不过是个可以随意践踏取乐的笑话。只要年满18，就能觉醒独立空间。书上还说，这是一场绝对公平的豪赌。切，简直是放屁！我陈凡可以穷，但绝不能没骨气。就算这世界的天平早已倾斜，就算翻盘的几率只有1%，我也要死死咬住这唯一的机会，在这个残酷的世界里，硬生生踩出一条路来。这里就是诸天垃圾场。欢迎来到第9527号初始垃圾场。规则1：新手保护期24小时，爆率翻倍。规则2：中途退出即重置，探索进度将清零，已翻动的废墟将归位，新手爆率作废。重置，也就是说，没挖到宝贝前，我死也不能出去，哪怕把这片地皮翻烂，也一定要挖出个名堂。抽一下扣1年功德的赛博电子木鱼，被啃了一半的克苏鲁触手烤串，抽屉退婚时撕裂的 A4 纸。操！老子在这漫天黄沙里足足跑了3个多小时，手都磨出泡了，怎么还是这些垃圾？老子今天还真的就跟你杠上了！再来！一只手是假人模特吗？等等，不对，这是仙尸！我竟然挖到了一只只存在于神话中的仙人之尸。这种地方怎么可能有这种完整的躯体？混的！学校的教科书上说过，任何活物在进入空间隧道后都会被瞬间搅碎。我他妈挖出了个活着的仙人！全民寻宝时代，有人挖出铜钉，有人挖出怪物，而我却挖出了活着的美杜莎女皇，而且还是温的，趁热。竟然还有生命体征，不过伤得这么重，气息犹似，多半是救不活了。不过这种神话级别的生物，身上应该带着不少好东西，随便一个储物戒或几本绝世功法，我就赚翻了。先魔师要紧。检测到宿主的极度务实精神，灵魂契合度达标，并废维保系统正式激活。本系统旨在辅助宿主掠夺诸天万界之废寝，铸造无上神图。功能1：修复，万物皆可修，残缺变完美。功能2：融合，对品相加，概率变神话。功能3：升级，打破枷锁，凡品化仙品。功能4：回收，万物皆有价，积分换天下。修复万物，如何升级？这就是属于我的垃圾场外挂吗？检测到濒死的神话生物美杜莎女皇，
当前价值评估3S 级，请宿主做出选择。选项 A 回收，直接抹杀，兑换100万系统积分，资源任选。选项 B 修复，触发隐藏级版，修复成功后将签订绝对主仆契约，生死由宿主掌控，献上绝对忠诚，永不背叛。只有傻子才会做杀鸡取卵的事。100万积分花完就没，但一个永不反水的神话打手，可是能帮我无限刷积分的永动机。长线投资才是王道。系统，给我修复。指令确认，正在抽调本源之力执行3S 级目标修复，正在同步强行写入绝对主仆契约。修复完成，绝对契约已缔结。检测到3S 级神话生物修复成功，溢出本源能量，开启自动反哺。恭喜宿主触发完美级洗髓反哺，触发巫法自动修正升级。这就是系统吗？不需要任何天才地宝，单凭系统规则就能强行逆转神话生物的生死，还能反哺自身，简直无敌！啊，要醒了吗？人类，此为何界？这里是蓝星，请下帝国，一个万界归虚之地。百年前，诸天通道开启，无数世界的残骸、宝物，甚至生灵，都像垃圾一样被倾倒在这里。而你，现在是我的私人物品，向我效忠或者死。你说什么？别人在垃圾场挖破铜烂铁，而我却直接挖出了个3S 级的美杜莎女皇。本以为能顺利喜提神话级打手，结果这傲娇女皇刚醒就想翻脸不认账。哼，不好意思，绝对契约已经绑定，在我的地盘，是虎你得握着，是蛇你也得乖乖给我盘着。蓝星，垃圾场，简直荒谬！本皇明明身处大漠，怎么可能眨眼之间就到了另一个世界？幻术，一定是幻术！区区人类，竟敢戏弄本皇！不信，你可以自己感应一下，这里可有你熟悉的法则气息。规则真的变了，斗气消失，本皇的修为……接受现实吧，若不是我耗费了巨大代价替你重塑生机，现在的你早就成了一具冰冷的蛇尸。哼，人类，别以为救了本皇，就能再次大放厥词！警告！检测到契约生物美杜莎女皇对宿主发起攻击，已触发绝对无敌防御，契约反噬启动，强制执行灵魂压制惩罚。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本皇的灵魂在不由自主地向你臣服？别白费劲了，在这里，我就是造物主。为了救活你，我可是耗了积攒18年的气运，还将你的一缕真魂打入了我的领地核心。只要我想，一个念头就能让你神魂俱灭。这个人类虽然修为不过尔尔，但这种绝对的掌控感做不了假。难道我真的成了他的私人物品？你卑鄙！别再试探我的底线，我能把你从鬼门关拉回来，也能一个念头让你的神魂俱灭。念在你是我目前咸鱼翻身的筹码，我这人也是个够意思的老板。只要你乖乖听话，表现得让我满意，以后有我一口肉吃，也绝少不了你一口汤喝。既已成定局，本皇暂且替你卖命，但在本皇恢复实力前，你不许对我有非分之想。很好，记住你的新身份。系统，把他的实力完全恢复，需要多少积分？经检测，修复美杜莎女皇至巅峰状态，需消耗积分5000点，当前积分0。5000？养个神话打手真他妈费钱，还得干苦力回收破烂。这年头，地主家也没余粮呢。注意，第2波诸天垃圾已投放。来活了！新货到了，看动静，这次的量绝对足。开挖！
啊，这是什么？检测到铁枝之木，年份3000年，回收价50积分每根。50积分一根，这里有8根，那就是400积分。看到没？这就是变废为宝，只要锄头挥得好，垃圾堆里全是宝。太慢了，照你这种挖法，挖到明天也挖不出什么好东西。人类的感知力已经退化到这种地步了吗？那你有办法不成？本皇有灵魂感知，可以感知方圆几里内的宝物。灵魂感知，东南方，地下3米，有一股肃杀之气。就这，听声音闷得跟烂木头似的。你这灵魂感知是不是信号不太好？别动！警告！警告！检测到至尊古剑残片，品阶无法估量，蕴含灭世剑意。至尊残翼，若是在全盛时期，足以斩碎一颗星辰。即便只剩残片，其内蕴含的至尊意亦可轻易斩断这世界规则。至尊意，连蛇人族女皇都如此忌惮，这就是诸天强者的垃圾吗？不过话说回来，美杜莎的灵魂感知技能绝对不能浪费，正好能在明天学校组织的江城公共副本上派上用场。别高兴得太早，这残片里的至尊剑意早已是无源之水，用一点少一点，寻常人拿到迟早会把它挥霍成一块废骨头。更何况以你如今开窍近3层的微末修为，强行催动更是会瞬间抽干你的灵力。无源之水，只要有足够的系统积分，随时都能给它充满。至尊古剑在我手中就是无限填充的核武器，只要能拔出来对付明天学校鉴定大考上那帮狗眼看人低的家伙，这节残片就是我给他们准备的送终大礼。警告！专属垃圾场24小时开启时间即将结束，倒计时10秒后将强制遣返宿主。时间到了，走吧，跟我一起回现实世界，去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诸位，这是我在异度垃圾场挖掘出的火灵石，内含3阶火系能量，内含纯净的火系灵力，寻常人吸收修为起码能暴涨3成。我操，不愧是赵少，这种宝贝都能挖到。那陈凡天天泡在贫民窟，怕是连火灵石的面都没见过吧？哟，捡漏王回来了！听说你昨天在垃圾场待了一晚上，怎么没挖出点仙丹残渣来开开眼？让开！装什么？一个靠运气混进学府的穷鬼！王老师，您说这种捡破烂的，是不是浪费学府资源？陈凡，别浪费时间，今天这趟是鉴定课，没捡到东西的人就去角落，莫要耽误课程。听到了吗？王老师让你滚呐！无聊。奇怪，陈凡虽然以前刻苦，可眼神中总透露着股穷酸和自卑。今日的气场竟沉稳得有些可怕，莫非他在昨晚的垃圾场碰到了什么机缘？陈凡，只要你当着全班的面承认你是捡破烂的，这颗火灵石我就借你摸摸，如何？死穷鬼，快滚一边去吧，别在这碍眼。哼，瞧他那副穷酸样，估计在垃圾场连根毛都捞不着。赵家也就这点出息了。是谁告诉你们我没捡到东西的？既然你这么想看，我便成全你。哈哈，这他妈是食堂剩下的猪骨头吧？荒谬！陈凡，你拿这种毫无灵气波动的废料来戏弄我们？这烂骨头还是留着给你自己熬汤吧。动我的东西，你配吗？
至尊剑意，仅凭剑压就震碎3阶灵石，这绝对不是开窍境能有的力量。剑意内敛，藏锋于盾，似乎恐怕是至尊级剑修陨落后留下的命脉残片。至尊，那可是传说中能一剑斩碎星辰的境界啊！我们刚才竟然在嘲笑一位持有至尊圣物的大佬。不可能，他一个贫民窟的杂碎，凭什么？在这个世界，你们眼中的宝贝，在我眼里就是垃圾；而我眼中的至宝，你们连直视的资格都没有。赵少爷，这骨头您还打算拿去熬汤吗？陈凡，你别嚣张，不过是碰巧运气好，竟能一劫断剑残片。3日后江城公共实战副本，咱们副本里见，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是世家底蕴。是吗？那你最好祈祷别在副本里遇到我，否则你可能连传送出副本的机会都没有。疯了！这陈凡绝壁是疯了，他竟然敢当众威胁赵大少！就算那断剑是至宝，他也是用一次少一次的消耗品。他一个无权无势的穷鬼，拿什么跟整个赵家斗？3日后，江城公共副本是对所有高3觉醒者的终极考核，里面不仅有广阔的无主废墟和凶兽，更是考入顶级超凡学府的唯一途径。最重要的是，那里有绝对的海量资源，对于拥有系统的我，简直就是进货天堂。不仅能让我自己实力暴涨，还能修复美杜莎的战力。身怀至尊剑意，却隐忍至今，心性如铁，若能招揽进宗室一族，不得尽快上报族中长老才是。打点好传送口，一切按计划行事。另外，在黑市发布消息，告诉他们有一把无主的至尊古剑即将进入江城公共副本。此次进入江城公共副本，其一是尽可能多的挖掘万界残骸，获取资源以求提升；其二，要是碰到赵凯，就新仇旧恨一起算。陈凡同学，目的地安全挖掘区，祝你满载而归。警告：宿主偏离安全坐标，进入死地，幽魂毒障临。死地？目标不是安全挖掘区吗？是那个引导员搞的鬼，可他为什么要针对我？难道是赵凯？几只不知死活的耗子还不显身？陈凡，下地狱去吧！哼，几只不知死活的耗子还不显身？区12个开窍境10层的废物，若是放在本皇全盛时期，这种蝼蚁，本皇一个眼神便能让他们化为石粉。只可惜本皇如今重伤未愈，连1成妖力都提不起来。陈凡，有人在黑市悬赏3000万买你的命，还有你手里那把至尊古剑。寻常开窍境界，催动一次至尊剑意已是极限。陈凡，今日你必死无疑。我们10层杀3层，比碾死一只蚂蚁还容易。说完了吗？谁告诉你，开窍境用了一次至尊剑意就不能再有？装神弄鬼！兄弟们，一起上，砍下他的脑袋去换悬赏。是否消耗400积分，对残片进行充能修复？修复。400积分扣除，至尊剑意充能开始。这怎么可能？瞬间修复神物，这不仅要逆天的手段，更要海量的灵力来支撑，怎么可能做到？这股气息……抱歉，我的卦还可以续费。系统全部回收。回收残破的淬毒匕首，回收低阶储物戒。恭喜宿主共计获得500积分。竟然真的催动了第2次至尊剑意！这等神物，每次催动都需要燃烧海量的本源，一个开窍境凭什么？我都说了，我的卦可以续费。
装神弄鬼，想来是借用了某种透支生命的外力。这人类小子确实有点邪门。其实经过这一日的休养，本皇的妖力已经恢复了一成。方才那几个杂碎，哼，本想等这小子被逼入绝境，哭着求本皇出手，本皇再勉为其难救他狗命，让他知道谁才是大腿。没想被他抢了风头。不行，再这样下去，这小子还真以为本皇是吃白饭的。必须找个机会震慑他一下。往那边走。那边看着像绝地啊。那是这片公共区域的核心地带，本皇能感应到那里封印着一股能量波动，品阶或许不在至尊禁制之下。比肩至尊古剑的宝贝，走。居然是被诸天大佬连带着封印阵盘一起扔下来的废弃物。警告！警告！遭遇副本守卫，远古青铜战鬼，灵动境巅峰。区区破铜烂铁，也敢在本皇面前放肆！全民垃圾场时代，我在垃圾场挖出了濒死的美杜莎，系统奖励我的服从性提升药剂，竟将美杜莎女王调教成了百依百顺的贴身女仆。跪下！秒杀！你有这本事？刚才我被围攻的时候为什么不出手？本皇大病初愈，妖力珍贵，岂能浪费在那些杂碎身上？行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赶紧把这堆废铁清理干净，看看那封印里到底是什么。行，你兄大，你说了算。系统，通通回收。回收腐烂兽骨1堆，获得10积分。回收破碎符文石10块，获得50积分；回收不明生物排泄物，获得1积分。蚊子再小也是肉，为了至尊剑意充能，老子拼了！叮！恭喜宿主检测到宿主清理垃圾数量突破临界值，触发隐藏成就垃圾场清洁工特次奖励：极品养魂弦乘1，功效修复神魂，加速实力恢复；隐藏特效大幅度提升契约生物的服从度，潜移默化植入臣服念头。好东西啊！你那是什么眼神？手里拿的是什么？这是我刚获取的疗伤圣药，专治神魂受损，能让你的实力恢复速度翻倍。真的，没骗我。我骗谁也不敢骗你呀！快张嘴，拿走！本皇不和这种来路不明的。想不想恢复实力？想不想重回巅峰？想不想以后自己动手，而不是看我脸色？拿来。这药怎么热热的？怎么回事？为什么看到他，本皇竟有一种想要下跪、想要被他驯服的冲动？这种可耻的念头，不可能！本皇可是高贵的美杜莎女王。哼，这效果是不是太好了点？主人，这种感觉太羞耻了。本皇可是蛇人族的神，为何会想向这个低贱的人类撒娇？可这自内心深处由内而外的顺从感，根本停不下来。契约生物美杜莎实力恢复至巅峰3成，忠诚度满值，至死不渝。主人，
妾身此生定当为你扫平一切障碍。获得神级遗物仙师半生缘盒，内含纯正仙道本源。居然是仙道本源，这下赚大了！3000年了，我封氏的祖传罗盘还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共鸣，里面之人必是拿到了我封氏先祖的仙师缘盒。不管是谁，只要带出仙师缘盒，此人便是我封氏一族的上宾。这仙师缘盒乃是补全封氏老祖先躯，让封氏一族更进一步，问鼎大秦的关键。也不知是哪位大佬，竟能从副本此地带出如此之宝。神凡，居然是他！难怪在鉴定课上，他能随手拿出至尊残天，面对赵家的打压也稳如泰山。啊，这么大阵仗！仙印认主，错不了，就是他。小友，你手背上的仙印是我封氏一族一世的至宝，能助我族老祖修复仙躯。小友若能将此仙印赠予封氏，封氏愿拜小友为客卿。封氏一族无尽资源，任凭小友予取予求。就这？眼下人多眼杂，多有不便，还请小友借一步说话。陈凡此时想必已经死无葬身之地了。哼，跟本少作对，这就是下场。少爷，陈凡他怎么？陈凡那个杂碎是不是已经被黑市的杀手当成路边的野狗一脚给踢死了？陈凡他不仅没死，还挖出了封家老祖留下的至宝，被当众封作封家客卿。什么？封家客卿？封氏江城第一门阀，即便放眼整个秦夏帝国都不弱的存在。他一个臭捡破烂的，凭什么能攀上这棵通天大树？陈凡小友，只要你能将仙师缘盒赠予封氏，这枚代表封氏最高权力的黑金客卿令便是你的。封长老好算计，一块牌子就想换我手中的仙道至宝，我还要怀着感恩的心替你们封氏卖命，这生意您怎么不去抢呢？陈凡小友，条件咱们可以再谈嘛。陈凡同学，重新认识一下，我是季瑶瑶，也是封氏拍卖行的实际掌权人。大长老爱才心切，方才急躁了些。既然你不喜欢被约束，那我们不谈臣服，只谈合作。这枚戒指里的1000万和3株仙药，全当我以封氏拍卖行掌权人的私人名片送你的见面礼，不附带任何强制条件。不过作为回礼，以后你在垃圾场淘到的宝贝，优先交由我封氏拍卖行拍卖，如何？这仙师缘盒虽然珍贵，但我手里又没仙师，留着也是个不能吃不能用的死物。而这3株仙药和1000万现金，却是实打实的资源，再加上封氏的销赃渠道和氪金特权庇护，这波血赚，早用商人的规矩办事，不就结了？成交。钱货两清，告辞。对之强权而面不改色，还能从死地中完好的带出缘盒，此子不仅身怀至宝，更有着难以想象的气运加持。瑶瑶，你这次做得很好，不过以陈凡此子的手段与气运，未来必定不可限量啊！你要多与他多走动。若能将这尊未来的大佛绑在我封氏的船上，区区1000万和几株仙草，算得了什么？届时你便是封氏最大的功臣。全军覆没，那群号称江城最狠的死士，
连他一根汗毛都没伤到，反而让他成了封家的座上宾，我不甘心。他一个臭捡破烂的，凭什么爬到我头上？少爷息怒，暗网刚得到的情报，百年难遇的跨界大型公共垃圾场即将于3日后开启。据说这次连通的是上古神魔战场，陈凡那厮肯定会去当中寻宝，而且跨界副本内空间法则混乱，外界根本无法监视。跨界垃圾场，真是天助我也！立刻向外散出跨界副本的消息，再去库房提5000万，不，提1个亿，给我集结家族所有精锐。这一次，本少亲自带队，我要把陈凡一寸一寸剁成肉泥。这是南市顶级豪宅揽月清阁的钥匙，我封氏客卿的标配。替我谢过大长老，封家办事确实敞亮。其实我今日亲自登门，还有一个绝密情报。哦，不妨说来听听。3日后，江城上空将出现空间裂缝，极其罕见的跨界大型公共垃圾场即将开启。区一个人类抹了些庸脂俗粉，就敢跑到本皇的领地，穿成这样勾引我的主人。主人，您辛苦了，喝口热茶充充饥吧。这女人是谁？我竟能从其身上感到超凡者的威压，而且她竟然叫陈凡主人。这位小姐，我家主人平素最喜清静，情报既然送到，若无他事，还请不要过多打扰主人进修。陈凡如此绝世天才，身边有此等角色追随，倒也正常。不过，我堂堂封氏拍卖会负责人，难道还比不过一个贴身女仆？我姬瑶瑶看上的男人，绝不会轻易拱手相让。季小姐，这跨界垃圾场和普通垃圾场有什么区别？平时的垃圾场掉落的是诸天大能丢弃的废料，跨界垃圾场则连通着上古时期的神魔战场，那里的空间裂缝有极大概率掉落出完好的至宝，甚至是陷入濒死状态的神明。不过，跨界副本内的空间法则混乱，外界根本无法监测，所以在里面杀人越货也是常有的事。完整的至宝，濒死的神明，这可比捡那些破铜烂铁强多了。也好，现在家里只有一个美杜莎，打杂的人手还不够。这次的跨界垃圾场，再多挖几个神魔回来做女仆。跨界垃圾场的空间法则极其特殊，只认个人的灵魂印记，无法将任何契约活物带入其中。也好，就让美杜莎留在家安心养伤，顺便看门。女人只会影响我寻宝拔剑的速度。好强的法则波动，没想到刚开局就遇到这种级别的重宝现实。根据空间波动的流向，落点中心在正前方3公里处。惊不惊喜，意不意外？陈凡，你个捡破烂的垃圾，真以为躲在封家的裙摆底下，本少就拿你没办法了？就凭你，我承认有封氏一族的庇护，本少确实不敢直接要你的命。但在这无主之地的跨界垃圾场里，规矩就是各凭本事抢机缘。结阵！只要不杀你，我就用人海战术把你这废物活活困死在这里。这样，封家也无话可说。接下来，你就乖乖蹲在笼子里，眼睁睁看着本少把这里的机缘抢个精光吧。蛇人族的气息要来了，死到临头了还敢装神弄鬼，
活级活体，濒死的卵生美杜莎大祭司崔贝西，身负远古王族血脉，极度稀有，当前状态重伤休眠，价值无法估量。半人半蛇，神魔绕体，这是传说中陨落的仙尸呢，无价之宝，珍宝从天而降。陈凡，就算有封家庇护又怎样？你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本少将此等逆天机缘收入囊中。蠢物，神魔活体哪有那么好拿？既然你这么急着当3路时，那就去吧。系统充能，扣除400积分，至尊剑意充能完毕。快，都把仙尸收进阵法囊。什么人敢偷袭我江城赵家？找死吗？一群东方蝼蚁，也配染指高贵的西方神物？混账！你是什么人？本少乃江城赵家继承人，敢抢我看什么？聒噪！哼，什么狗屁的江城，还赵家？你们东方的觉醒者果然都是一群只配在垃圾堆里捡破烂的废物，也只有我们这些高贵的西方血统，才配拥有这等神物。把你的脏手从我的猎物上拿开！一个东方蝼蚁，也敢染指我看上的神物，找死！什么？居然是开窍境25层的强者！开窍境一共30层，1到20层还在人类范畴，跨越30层便踏入了超凡者的范畴。25层，那可是堪比一支现代化作战小队的存在。那小子才开窍3层，他会被对方释放的斗气碾成肉泥的。太慢了。越级击杀开窍境25层强敌，掠夺海量纯净灵力。恭喜宿主修为连破数级，提升至开窍境19层。魔鬼，这个东方人是魔鬼，快跑！这神魔级的战利品是我的。什么？25层的高手就这样被他秒了？既然武力不行，那我就用钱。接下来，封氏拍卖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就算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买下压轴的绝世重宝。只要父亲突破到超凡境，在这江上，别说你一个陈凡，就算是封家也保不住。系统，修复他的致命伤。扣除300积分，致命伤修复完成。目标生命体征已稳定。食人族大祭司崔贝西已收入专属活体契约空间。哼，10乘10米的储物空间虽然不算顶配，但也勉强够用。垃圾天降结束，接下来才是跨界垃圾场真正的淘金时刻。我操！这体型，这威压，莫非是上古巨龙的尸体？发财了！
上古龙威。东方小子，把你刚才装走龙尸的空间戒指交出来！哈哈哈哈哈！交出装龙尸的戒指，留你全尸。想要，那就自己来拿。给脸不要脸，找死！好快的速度，30层强者确实极少，这速度根本躲不开。警告：检测到敌方实力远超宿主当前境界，致死率100%。系统已自动为宿主开启修复锁血保护机制，每次修复消耗积分1000，当前积分余额10000。哈哈哈哈！不识时务的东方蝼蚁，也敢跟高贵的西方强者叫板，这就是你的下场！检测到宿主受到致命伤，自动扣除1000积分，瞬间治愈。当前积分余额9000。你是不死之身？系统，给至尊古剑充能。扣除积分400，至尊剑意充能完毕。当前积分余额8600。你打完了，应该现在轮到我了。检测到宿主越级击杀开窍境30次强者，成功掠夺海量高阶灵力。恭喜宿主修为连续暴涨，当前境界开窍境26层。30层又如何？我自一剑斩之。警告：跨界公共垃圾场进入关闭倒计时，最后1小时。哪怕是最后一点时间，也绝不能浪费。上古神兽，霸下。跨界垃圾场关闭倒计时，6、5、4、3、2、1。这次的跨界垃圾场之行真是赚大了。神兽、活体神魔、龙狮，随便拿出一件，都足以让外界那些顶级大能抢得头破血流。极品魔盒蕴含西方高阶魔法本源，宿主可消耗2000积分，将极品魔盒与巨龙心脏中的龙珠融合为神级天赋道具魔法之心。魔法之心有什么用？魔法之心融合后，宿主将获得绝对魔法亲和力：1、免疫一切中低阶魔法攻击；2、宿主可无视吟唱，瞬发高阶元素魔法。免伤还能瞬发技能，这不就是人形自走导弹发射器吗？系统打开融合面板。检测到极品魔盒与上古龙珠属性完美契合，融合成功！恭喜宿主获得逆天神物魔法之心，当前积分余额6600。融合完毕，恭喜宿主获得绝对魔法亲和力，免疫一切中低阶魔法，施法无视吟唱。警告：该法术极度凝实，已达到禁咒魔法前置形态。一个开窍30层的西方大能，让我看看你还藏了什么。这是深海人鱼王族伊丽莎白，当前状态被永恒魔法冰封，濒死。居然还藏了个稀有活体！检测到目标体内蕴含人鱼族最高传承奥义魔法手札，宿主是否选择对其进行治愈？奥义手札，我刚融合了魔法之心，空有蓝条却没有技能，若是能将其禁咒之术榨干，便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治愈，扣除800积分，永恒魔法解除，治愈开始。当前积分余额5800。绝对主仆契约已自动植入伊丽莎白的灵魂，忠诚度锁定，满值，至死不渝。伟大而俊美的恩人，是您将我从那个恶魔的手中拯救出来的吗？恩人，按照我们人鱼王族的古老规矩，若遇救命之恩，当
以身相许，只要你愿意接纳我，取走我的清白，我的鱼尾便会褪去，化作人类的双腿，从此伊丽莎白生生世世愿做您的贴身女奴，任你予取予求。收起你那套无聊的把戏。主人，难道是伊丽莎白不够美吗？女人只会影响我施法的速度。我不管你的身份是王女还是什么，现在立刻把你知道的所有奥义魔法手札和人鱼族秘术一字不落的给我默写出来。要是敢漏一个字，我就把你重新冻成冰块，丢到外面的臭水沟里自生自灭。天哪！他竟然完全不为我的美色所动！我见过那么多虚伪贪婪觊觎我身体的人类，唯有他眼中只有追求无上大道的纯粹，这才是真正的绝世强者，这才是配得上我伊丽莎白的无上神明。是，主人，伊丽莎白这就写，我一定把人鱼族所有的底蕴全给你默写出来。榨干他的魔法知识，我的魔法底蕴也就成型了。接下来，赵凯豪掷千金，欲在风石拍卖会中购入重宝，以求其父突破至超凡境。赵凯2次险些置我于死地，如今变卖家产，以助其父冲击超凡之境，目的也是为了对付我。那我就去风石拍卖会陪你们玩玩。这是纯正的上古龙狮血肉！我的天，哪怕只有这一小部分，也足以让整个南市的超凡境老怪物们彻底疯狂。这只是九牛一毛，我要你帮我把消息散出去，造势造得越大越好。你是想？赵凯其父赵无极为了突破超凡，必定会下血本购入龙肉，而我要的是让他们倾家荡产。少爷，为了今晚压轴的上古龙肉，家族旗下的38处产业、矿脉，连同老爷居住的别墅，已经全部抵押抛售。我们现在总共凑到了500亿现金。爹卡在开窍境30层5年，只要能拿下龙肉，助我爹打破瓶颈，晋升超凡境，失去的产业我都能1000倍、100倍的拿回来。陈凡，你怎么会在这儿？怎么，现在已经沦落到看见我就腿软了？你别嚣张！我承认你能打，更有风氏一族的庇护，可这是拍卖会，拍卖看的是资本，在绝对的财力面前，我们可以买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等我爹拍下龙狮突破超凡，今晚就是你的死期，我会把你身边那个女妖精，还有你，一起扒皮抽筋。倾家荡产，就为了买我随手切下来的一块龙肉，这赵大少还真是个厚道人呢，是吗？希望你们带的钱对得起你们装的逼。保安，把他给我轰出去！他根本没有邀请函。恭迎至尊黑金贵宾陈凡先生入场。压轴至宝上古巨龙血肉。众所周知，开窍境30层到超凡境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堑，而这巨龙血肉拥有洗毛法髓，让人更进一步的功效。拍下它，也就等于拍下一位超凡强者。起拍价100亿秦夏币，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亿。竞拍开始，150亿，200亿，这龙肉我李家要定了。300亿，350亿，400亿，400亿已经是我能给到的极限了。爹啊，别犹豫了，李家那边还在加价，这可是您突破超凡境的唯一机会。只要您成了超凡，咱家在江城就有了话语权，到时候400亿还算得了什么？火候已经差不多了，我安排在下面的暗桩已经把价格抬到了他们承受的极限。极限？人性的贪婪可没有极限。继续抬，我不仅要赵家倾家荡产，还要他们万劫不复。
490亿！490亿！完了，彻底没希望了。借，立刻找暗黑公会借高利贷，哪怕利息是9出13回，只要您突破超凡境，到时候把这手全杀了，不就行了？500亿，赵家出500亿，谁敢跟我抢？500亿1次，500亿2次，500亿3次，成交！恭喜赵家家主获得上古龙肉。陈凡，你看到了吗？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在垃圾场里能打又怎样？当我爹炼化龙肉，我就带人把你那狗窝夷为平地，我要你死无全尸。希望等你知道龙肉的卖家是我时，脸上的表情不要太过精彩。我赵家豪掷500亿，拿下这神级至宝。季小姐，我请你现在就当众公布这位神秘卖家的身份，我要让全南市都知道，只有我财大气粗的赵家，才配得上与这等能猎杀巨龙的无上大能结交。赵少爷，你确定要当众公布？当然，难不成这卖家还怕我们赵家巴结他不成？既然赵少爷强烈要求，那么我宣布。这具上古巨龙血肉的唯一卖家，正是陈凡先生。陈凡，那个捡破烂的穷鬼？季小姐，您开什么玩笑？500亿拍卖款已全额打入卖家账户，陈凡。赵少爷，赵先生，多谢你们倾家荡产的来给我送钱，赵家太厚道了。我居然把全数身家送给了我一直要对付的死敌。你，陈凡，你算计我！我不甘心，我不甘心！500亿现金加上跨界垃圾场搜刮来的海量资源，全数兑换成系统积分，足够把我的各项属性拉满几次了。赵少爷真是个厚道人呐！检测到个人专属垃圾场发生高强度空间共鸣，诸天通道已开启，正在掉落新批次废弃物，投放完毕。本次掉落位面属性判定为古墓级垃圾。古墓级，专属垃圾场终于刷新了。好重的阴气，这诸天大佬倒垃圾。怎么连人家的祖坟都跑了？不过墓里的好东西往往最多。回收百年绿毛僵尸獠牙，获得50积分；回收破损的镇尸符，获得10积分。这儿的土质不对，似是有阵法的痕迹。挖掘到特殊法器招魂灯，已残破，内蕴极重冥气。一盏残灯居然需要用隔绝神识的阵法土来掩埋，这下面绝对还有东西。用7盏招魂灯布下的逆行阵来强行镇压，这垃圾堆下真藏了个了不得的大货。这地面居然全部由风化的骨灰压制而成，看来这里就是古墓的核心。警告：目标为变异阴邪生命体，散发的绝对冥气会对常规魔法造成抑制。检测到目标与主角实力悬殊，启动备用方案，专属垃圾场最高权限绝对压制，消耗积分3000。7盏招魂灯开路，9条黑金锁链镇压，这么大阵仗，绝对是个难以想象的大货。让我看看里面是什么好东西。
报，大周五女帝五妹苏醒，当前状态半步至尊。怪医蝼蚁，见朕为何不跪？献上你的金血，朕赐你做太监总管。太监总管？现在都新世纪了，你这老粽子还在这儿做皇帝梦呢？放肆！肉身力量堪比超凡巅峰，爆发的煞气隐有万步至尊的威压。这老粽子的含金量极高，能挡朕3成功力不死，你这蝼蚁也足以自傲。到此为止吧，给朕跪下！系统开启最高权限，在我的专属垃圾场，我就是天。这是怎么回事？你的力量为何突然？现在知道谁才是这里的主人了吗？我的人可不能是这副冷冰冰的死模样。系统，购入恢复药剂，为五妹注入生机。成功兑换极品纯阳药剂，已扣除500积分。检测到周五女帝五妹接受深度治疗，触发被动，绝对主仆契约已自动植入，契约缔结成功，忠诚度锁定，满值至死不渝。怎么回事？朕乃95至尊，傲无天成，为何莫名对这个男人产生臣服之心？这种被支配的快感，竟比朕昔日所追求的千秋霸业的决心还要强烈，仿佛他便是我的主人。主人，请再多给奴家一点。哼，去旁边待着。系统，融合。神级融合指令已确认，扣除积分2000，当前积分余额1300。恭喜宿主融合出神级法器7品护魂连灯。烦！老夫就算吃边角料，也要将你碎尸万段！啊！超凡境！我弟是超凡境大能了！陈凡，你的死期到了！陈凡，立刻给我滚出来受死！我爹如今已是超凡境大能，今晚连你带你的狗窝，老子要全部一起铲平！超凡境叫这么大声，我还以为他成仙了呢。陈凡，既然你个缩头乌龟不敢出来，那老子就亲自进去把你的狗腿打断。有煞，炸开大门，寸草不留。极品！陈凡那个穷鬼居然还金屋藏娇。很纯正的姻缘，大补啊！你们3个听好了，陈凡今日必死无疑。不过，只要你们乖乖伺候好我跟我爹，赵家保你们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否则等会儿破了门，直接把你们扒光。就凭你们这群低贱的杂碎，也配脏了主人的眼？惊扰主人饮茶，当诛九族！侮辱神明者，冻结神魂，永坠深渊！
半步至尊都是我的手下，一个吃坏了肚子变异的伪超凡，就敢来我的领地收后宫，不知死活！无知有时候真是一种悲哀。既然你们这么喜欢跳，那就让我的女仆们好好教教你们什么叫残忍。全杀，一个不留。实话。深渊之寒，绝对灵动。这不可能，不可能！陈凡这小子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为什么连他的女仆都有这种级别的战力？我到底惹了个什么怪物？一群废物！老夫可是超凡境大能，给我起开！老夫居然打不过，这三个女人当真是恐怖！陈凡，老夫就算死也要拉着你这个小畜生垫背！老匹夫，你敢伤他？放肆！安敢伤无主！完了，小畜生，给我死！杀了他！爹，杀了他！聒噪！检测到致命威胁，魔法之心全功率共鸣，破灭一切法术潜质与吟唱。7品护国年灯精神力增幅启动，宿主精神力增幅100倍。这是瞬发禁咒。系统，对地上的骨灰进行回收。回收劣质骨灰1堆，价值判定极低，恭喜宿主获得10点垃圾积分。魔鬼，你是魔鬼！侵扰主人的蝼蚁，死！等等，先别动他。陈少，陈爷爷，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我知道错了，是我赵家有眼无珠，我愿意把赵家所有资产全转给您，还有我亲妹妹，我立刻绑来给您当头发丫鬟，她还是个雏，只求您饶我这条狗命。赵大少爷，你不会以为我是不想杀你，才没让他们动手的吧？那您既然想杀我，为什么还拦着他们？我是没让他们杀你，但这不代表你就能活下去。我现在留着你，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啊？当初在跨界垃圾场，你自以为聪明，想用人海战术困死我，结果被西方人像狗一样打跑。哼！可是你不知道，在你夹着尾巴逃跑后，我不仅把那些西方人全宰了，还收服了天降之人崔贝西。我更在垃圾场的最深处挖出了一件只存在于远古神话中的神物。什么神物？神兽霸象。神兽霸象？可是他快死了吧？所以，我需要赵大少来帮我个小忙。帮，我帮，只要能活命，哪怕当牛做马我都帮。
很好。系统对神兽霸下进行初级修复，积分扣除1000，当前积分余额300。检测到神兽霸下状态恢复，已自动缔结主仆契约。现如今霸下大病初愈，只是自出土后就没进过食，现在很饿，你就帮他填饱肚子吧。哇，甄嬛，你不能好死！你不能杀我，帝都秦家不会放过你的。帝都秦家，主人，赵凯好像被霸下吃掉了。敢犯无主者，魂飞魄散。这已经算便宜他了。一群蝼蚁死了，还把地方弄得这么脏。检测到大规模战斗残留物，是否开启战场清扫？还有货。可回收目标如下：赵家破损鳞甲乘17，回收价50积分每件；3阶火系灵刀残片乘6，回收价70积分每件；赵家战阵残旗乘1，回收价300积分；农林护甲计划残渣乘1，回收价900积分；赵家精锐宠物戒乘23，可清点内部杂物。清点赵家精锐宠物戒乘23，低级弹药与破损灵符自动折算回收，获得710积分，全部回收完毕。当前积分3480。赵家果然是豪门，连尸体旁边的垃圾都比普通副本肥。检测到宿主首次完整清理豪门级战场，触发小成就灭门清洁功，奖励战场残留自动回收权限初级。权限效果：宿主方圆500米内反映宿主及契约生物战斗产生的低阶残留物，将在战斗结束后自动归类，可一键回收。不错，以后打完架就不用蹲在地上捡破烂了。灭了赵家，他没有狂喜，也没有后怕，第一反应居然是清点战利品。这个人类比本皇想象的还冷静，更可怕。提示：战场外部出现大规模灵能波动。主人，又有人来了。杀气不重，官威倒是不小。看来今晚还没结束。陈凡涉嫌私养跨界邪物，屠戮赵家满门，扰乱南市秩序。现在我命令你解除武装，随本统领回城卫司接受调查。城卫司这群披着狗皮的家伙，怎么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按理来说，他们不会多管闲事才对。城卫司都来了，陈凡总不能把官方也杀了吧？那几个女人可不是善茬，只要城卫司带走那些异界生命，陈凡就断了一半地盘。陈凡，你身边这3名女子以及那头龟形异兽，皆未在城卫司备案。按照秦夏帝国异界生命管理条例，本统领有权暂时封印带走。封印本皇，你也配？异界妖物，你若敢动手，本统领可当场击毙。主人，他们的枪好像能克制异界灵魂。克制，一息之内不便可杀17人，剩下的交给本皇。都退后！主人，他们摆明了在找茬。我知道。那为何不杀？因为他身上披着这层城卫司的皮，现在杀的，幕后之人就会把赵家的脏水全都泼到我身上。哼，算你识相。来人，先给这3名异界生命上封灵锁。周统领，你说我屠戮赵家，那你可知是谁先动的手？赵家已灭，死无对证，我上哪知道？死无对证，给他们看看。血镜回溯。既然你个缩头乌龟不敢出来，那老子就亲自进去把你的狗腿打断。有杀，炸开大门，寸草不留。很纯正的姻缘，大补啊！赵无
武器连寿元都燃烧了。燃烧寿元就算了，居然还没打过。影像法术可以伪造，不能作为唯一证据。刚才你说赵家死无对证，现在证据摆出来，却又说证据不足。本统领只相信程卫司的审讯结果。所以你不是来查案，你是来抢神的。大胆！陈凡，你是想抗法吗？给脸不要脸的东西，真以为我怕你们程卫司吗？你非把脸伸过来让我等，我也不介意当众成全你。风铃队，动手！周震，谁给你的胆子，敢为封氏客卿的领地？季小姐，此乃程卫司公务，封氏无权干涉。别着急动手。怎么？我查过了，周震今晚赶来，是有人给他撑腰。谁？帝都秦家。帝都秦家。赵家这些年扩张太快，背后又一直有秦家资助。赵家的矿脉、产业、垃圾场通行权，很多都签过抵押契约。所以赵家死了，秦家就想来摘桃子？不只是摘桃子那么简单。秦家给出的契约，赵家名下70%产业早已抵押给秦家，其中就包括你今晚拿走的赵家储物件和战利品。赵家居然把产业抵押给了帝都秦家，这帝都可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何况秦家有着数位超凡大能，甚至至尊坐镇的顶级豪门。这陈凡灭了赵家，非但没赚，反而惹上了天王老子，倒霉呀！哈哈，听到没？赵家虽灭，但赵家资产却非无主之物。你私吞赵家战利品，已涉嫌侵占秦家抵押财产，这是秦家给我的契约。我程卫司办事向来讲究有理有据，尔等还不速速伏法？真是可笑！你们打输了，拿张纸就想把东西要回去。妾身看不惯这种纸上谈兵，主人要不要直接撕了他们？不着急，麻烦还在后面。我不怕赵家，也不怕程卫司，可若秦家用债契做引子，那封氏也不好明着帮我硬抢。检测到残缺契约陷阱，选项1回收，获得360积分；选项2修复，消耗800积分，可复原被遮掩、篡改、模糊化的原始条款，当前积分3480。修复？莫非这些债契中藏有猫腻？系统修复，指令确认，扣除800积分，当前积分2680。你在做什么？帮你看清楚，你主子给你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原始抵押范围复原完成，赵家实际抵押资产：黑石矿洞废弃区乘2，3号垃圾场坍塌矿井乘1，过期通行权乘7日。什么？赵家抵押给秦家的居然是废弃区？那秦家刚才说赵家70%产业都归他们，是假的。周统领，你拿着废矿洞的契约就想查封赵家70%资产，还想找我的麻烦？哼，你诈我呢！契约真伪，岂是你一个外人说了算？更何况这些字迹，说不定还是你用妖术篡改的。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行，那我就念给你听。原始附录第3条，秦家仅拥有废弃矿洞的优先回收权，不拥有赵家主宅、现金、储物件、战斗物资、私人装备处置权。第5条，若赵家主动挑起私斗并败亡，战场缴获物归胜者所有，秦家不得追缴。周统领，我是说你不识字呢，还是你觉得这南市所有人都不识字？宿主成功识破低阶契约陷阱，奖励契约鉴定眼初级，效果可识破3阶以下契约债契，身份为书中的遮掩、模糊、篡改痕迹。好东西，看以后谁还想拿河东坑我？不过这老赵家也是人才，面对帝都秦家，还在契约上偷偷留了一手，不然还真成全不了我。没想到你连张废纸都看不明白，这样的蝼蚁也配审判我的主人？依妾身看，不如把它阉了，给大家助助兴。我看行。
这契约睁眼说瞎话，还有比这更不要脸的？哼，帝都秦家这次脸可是丢大了。程凡先生，契约解读的不错，只可惜南市的契约争议已经由帝都秦家申请上移审理了。这是帝都公证令，3日后南市仲裁庭公开审理赵家资产归属与异界危险资产监管案。若陈凡先生败诉，那这3名异界生命以及那头神兽幼体将全部判定为危险资产，交由秦家协助陈卫司强制查封。好啊，那我们就3日后仲裁庭见。等等，陈凡先生还有话说。堂堂帝都秦家，为了对付我一个无名小卒，又是伪造契约，又是跨境提审，现在连身份登记也要拿来当刀使。我就问一句，若3日后仲裁庭上，秦家拿出的所有指控都是诬陷，你们又打算怎么收场？陈凡先生多虑了，秦家行事从来只依法度，何来诬陷一说？好一个只依法度，那就请秦家记住今天这句话。有何好后悔的？还是说你想威胁我秦家？威胁？尔等今日诬告陷害，还想夺走我的战利品？你们秦家这是向我宣战！帮我转告你们主子，此事事了，他们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赵家就是你未来的下场。放心，我会转告的。禀告特使，陈凡已接招，但他的反应比预估的要麻烦。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那可是京城秦家呀！我看以后还是离得远点吧，免得日后惹上麻烦。我倒是看这小子有几分血性，日后说不定真的可以一飞冲天。别忘了，他还有异界顶级帮手，未必不会有转机。干得好！区区一个小世家算个屁呀！我当年灭得多了。等有空，大家随我去一趟京城，灭了这个狗屁秦家。警告：检测到有人意图以跨界生命未登记为由发起身份审查。提示：宿主可消耗积分，直接进入秦夏帝国公民身份总库，为契约生物强制注册合法身份。系统，你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诸位，我们3日后见。对了，还有周统领，等我处理完这件事，我们的账也会算一算。我也不过是奉命行事。哼。诸位，赵家上下37口老老少少，昨夜尽数死于此人之手。贫民窟出身，连个正经师承都没有，靠3头跨界邪物就灭了南市排得上号的修真世家，这就是诸位口中的天才。天哪，37口！他身边那条蛇娘，看我们的眼神跟看牲口似的。我赵家世代镇守南市矿脉，何曾招惹过这种贱命？陈凡，你赔我赵家37条人命啊！那条蛇娘，看他那眼神，分明就是吃过人的邪妖。陈卫司怎么敢让他进城呢？哼，仲裁长，今日要是不给个交代，我们几大家族怕是要亲自动手了。区区蝼蚁也敢咬我的主人，本皇一个眼神就能让你们全变成石膏。先忍一忍。他们不仅骂我们，还污蔑我们草菅人命，可我们根本没有。我知道。那主人为什么还要听他们讲这些？因为这些人还不配死在你手里，他们必须活着。我会让他们亲自跪在我的面前。检测到本题留言法阵存在外部干扰痕迹，画面被解除41秒，是否消耗800积分修复法阵残缺记录？果真有猫腻。
修复。修复完成，触发隐藏奖励残影回溯1次，可复原过去12小时内被强行抹去的低阶影像。仲裁长，证据可以补充吗？你有新的证据？哼，确切来说，是更加完整的。赵无极自己冲上门杀人没打过，这算哪门子的受害者？哼，如果真是如视频中那样，那我看这赵家是死有余辜，主动挑衅而被人击毙，活该。假的，这录像是假的。赵勇，你确定提供假证可是要被判刑的？我，该死，这是怎么回事？看来舆论战不行了，这样下去我们肯定会输。还请仲裁长主持公道。肃静！本庭根据完整影像，陈凡灭掉赵家行为，乃是只为自保。赵家技不如人，判。仲裁长，且慢。此案升级，将由帝都秦家特使亲自接管。仲裁长辛苦，陈凡先生，我代表帝都秦家先向你致歉。赵家此次行动鲁莽，确实无礼在先。他越客气，越说明他真正想要的不是赵家的产业。但有一件事，我必须当庭提出。哼！根据秦夏帝国异界生物管理条例第17条，跨界高危生命需登记在册，植入定位，限制活动半径。这位蛇族贵女，拿开你的脏手，不然本皇保证你活不到仲裁结束。贵女何必动怒？我只是想确认契约的真伪。一只被人类驱使的妖物，本就该按章办事。那要不要妾身先把您这只手取下来，咱们再办章呢？客气什么，主人？让我先咬他一口。秦特使，我只是好意提醒你，这只手3秒内不收回去，下一秒可就不在你身上。陈凡先生，您未免太护短了。要是在帝都，可没人敢这么跟我说话。他是我的人，我的人，谁都不能碰。他说我是他的人，本皇活了3000年，还从未被任何一只生命这样呵护过。既如此，那就请陈凡先生为3位贵女出具合法身份，否则仲裁庭将依条例进行强制接管。检测到秦夏官方身份认证是否消耗1200积分，修改官方备案，生成3阶以下合法身份乘3。确认。指令确认，正在接入秦夏帝国异界生命监管总库。篡改成功，已获得官方身份认证。陈凡随行客卿乘3，备案编号已写入监管总库，档案完整，记录可查。好，拿去，帝国公民库随时可查。秦特使，现在还要强制接管吗？啊？这不可能！明明一大早我还查过，他们3个并没有身份。哼！我们可以继续了吗？身份令牌是真的？没错，是真的。上面的信息显示是在刚刚登记的，不知道是谁给他们办理的。陈凡先生果然不同凡响。不过提醒一下，按照帝国条例，初次登记的外籍客卿必须在3个月内参与官方赛事，绑定正式赛事积分或军功积分，完成激活。3日后的男士天骄资格赛，他们如果不参加的话，那他们的客卿令可就自动作废了。或者，陈凡先生自诩为他们的主人，你若是能拿到天骄之位，便可以为他们作为身份担保。要么就让他们3个上场战斗。天骄资格赛，我们有这个规矩？的确有这个规矩。天骄资格赛聚集全国顶尖天骄，不仅有无上荣耀，更可以获得无尽修炼资源。有意思，这场比赛我就带你们3个参加吧。哼！
希望先生的运气一直都这么好。你真的要去？他们想用规则困住我，那我陈凡就打破规则，做到天骄第一。对了，比赛怎么报名啊？江城学府即可报名。事不宜迟，我们出发。哎呀，陈凡，我的好学生，来，这边走。老师特意帮你留了头号位置。哎，季小姐也来了，季小姐里边请。当初轻视我的人，现在也要对我毕恭毕敬，真是讽刺。王老师啊，您当初不还说陈凡是贫民窟出来的，握笔的手该握扫帚？胡说！老师当年那是激将法，激将法你懂吗？陈凡同学心性坚韧，老师是一早就看出他的不凡。当年班里第一个被老师暗中关照的就是他。真的吗？哎呀，当然是真的。当年我一眼就看出你绝非池中之物。哼，当年那把扫帚还是你亲手塞给我的吧？这都是玩笑，开玩笑。王老师，我这人记性挺好的。想当初您在课上当着所有人念我作业的样子，我也记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枉为人师的东西，给我滚开！这位同学好大的官威呀，连老师都敢训斥。是秦副院长来了。我想起来了，秦院长也姓秦，难不成他也是秦家的人？这你都不知道？我早就知道了。老师是教书育人的，不是什么猫猫狗狗都能当的，更不是有些披了一身驴皮就能作威作福的家伙能当的。就像某些人，若不是因为他的姓氏，他能坐如今的位子上来吗？陈凡，资格赛乃是天骄之争，不是你这种靠妖物上位的贫民窟暴发户能混进来的地方。副院长这话记得说大声点，让秦家特使也听一听啊！放肆！本院长怀疑你是异界派来的奸细。不可能吧？陈凡竟然是奸细！副院长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害怕。陈凡之前的实力非常弱小，这才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成长到如此地步，他的身边还跟随着这么多的异界强者，很难不让别人产生怀疑啊！你有什么资格怀疑我？报名规则写得清清楚楚，只有官方认证身份，公开战绩入党者即可报名。你一句怀疑，就想取消我的资格？说吧，你到底想怎样？很简单，只要你证明自己有寻找宝物的能力就可以。这是我们本界人与生俱来的能力，你若是做不到，那就说明你并非本界之人。我靠，这什么游戏？太为难人了吧！秦院长这么做有些过分了，这是明摆着在刁难陈凡。这老家伙故意往我枪口上撞，既然你找死，那我就不客气了。先不说我为什么要同意你这秦家狗腿子的考验，若是我能找出来呢？这我找出来，你就当着全院学生的面承认自己有眼无珠，跪下来给我磕3个响头，并且把这堆废料按真跑价格赔给我。若你不敢，就滚开，别挡路。他居然当面逼副院长对赌！副院长要是不接，脸可就丢大了。好，本院长倒要看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找吧，臭小子，你若是能真找出来，可就有鬼了。这些垃圾，我秦家派人翻了10年了，一件宝贝都没有。他们要的根本不是陈凡证明自己，是想让他当众出丑罢了。检测到新场景，高密度废品集合，触发隐藏小任务，垃圾分类入门。隐藏任务来得正好。任务奖励：废品价值提示初级，可对接触过的废品给出价值光谱。检测到雷劫神木炭，其内含有残损精神印记，可修复。雷劫神木炭，这不是学院曾经的镇院之宝吗？怎么会在秦家手里？
明珠蒙尘，看来他们寻找多年，直接把这东西当垃圾来处理了。副院长，是这块没错吧？这是煤渣，你确定？雷劫神木炭，没记错的话，这就是江城学府上一任院长留下于20年前失踪的镇院之物。你在开什么玩笑？失踪的镇院之物，学院失踪的至宝，真的假的？诸位看好了，这才是他的真面目。这真的是雷劫神木炭，我在学院的典籍中见过它的图录。传说中的镇院之宝，不是20年前就失踪了吗？我爷爷那辈就听说他被偷了，怎么会出现在秦副院长手里啊？还是混在一堆废料里，这也太蹊跷了吧！该死，这废物在秦家仓库躺了20年都没人认出，怎么到了他手里就……秦副院长，好奇怪啊！这雷劫神木炭是江城学府上一任院长留下的镇院之宝，20年前离奇失踪，学院悬赏10亿都没找到，今天他却出现在你秦副院长随身携带的废料堆里。秦明成，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镇院之宝会在你的垃圾里？我操！这意思是秦副院长偷的？不对啊，秦副院长20年前还不是副院长呢，他那时候只是个讲师。等等，当年老院长失踪前，最后一个见的人好像就是秦家的人。我想起来了，我爹说过，20年前有秦家人来学院拜访，第2天雷劫神木炭就不见了，老院长也因此引咎辞职。原来是秦家偷的，难怪秦家这些年能崛起这么快，怕不是偷了不少好东西吧？秦副院长刚才还说陈凡是奸细，我看他自己才是贼。住口！好一个颠倒黑白的孽障！诸位同学不要被他骗了，这雷劫神木炭失窃20年，谁也没见过真容。他现在随便拿块会发光的木头，就说是镇院之宝。哼，以本院长看，这东西分明就是他自己偷的。20年前陈凡还没出生，但难保不是他背后的异界妖物替他盗取。刚才这废料堆堆放于此，他趁人不备把赃物混进去，再假装当场找出。哼哼，好一出贼喊捉贼呀！副院长说的对，我就说嘛，陈凡一个贫民窟的穷鬼，怎么能认出镇院之宝？肯定是他偷的。秦副院长，你说这东西是我偷的？不错，你一个贫民窟出来的贼种，能有什么本事找到珍宝？除了偷，还能是什么？很好，既然你我各执一词，那就让政务自己来说话。意思？这雷劫神木炭之所以能成为镇院之宝，不仅仅因为它蕴含雷劫之力。学院典籍记载，此木曾度9重雷劫，木心中封印着上一任持有者的精神印记，这印记与灵魂绑定，遇主则喜，遇贼则杀。系统，激活木中残魂。检测到木心深处残留精神印记，已沉睡20年，宿主是否消耗300积分激活？激活。指令确认，300积分扣除。老院长的影像和学院纪念馆里的画像一模一样。秦明成，老院长，你不是早就……老夫当年将你视作心腹，与你共同探讨神木之秘，你却在老夫茶中下毒，盗走神木，嫁祸老夫20年了。老夫残魂困于木心，等的就是这一天。秦明成，身为秦家嫡系，却行此鸡鸣狗盗之事，不仅害老夫身败名裂，更让江城学府蒙羞20年呐！今日当着全院师生的面，老夫问你，你可知罪？
诬陷，这都是诬陷！这是陈凡用妖术造出来的幻象。死不悔改呀！诸位师生，此木心深处的雷劫烙印，唯有老夫本人方能激活。若有疑问，可取学院档案中的老夫亲笔手书，与此印记对验。老夫一生奉献于此学院，临了却被奸人所害。今日真相大白，老夫死亦瞑目。年轻人，多谢你让老夫得以昭雪，这节神木便赠予你了，望你善加利用，守护学院，守护这片土地上该守护的人。老天，居然真的是秦明成偷的，还毒害老院长！秦家也太不要脸了吧！偷了东西还嫁祸给老院长，害得人家晚节不保。难怪老院长当年突然辞职，说自己失职，原来是被秦家逼的。秦副院长，你还有什么话说？秦明成，滚出江城学府！偷东西的喊抓贼，秦家可真有脸。陈凡，完了，全完了！20年的经验，秦家的名声，副院长之位，全都完了。既然已经身败名裂，那就拉这小子一起陪葬。陈凡，你毁我名声，断我前程！本院长今天就毙了你这个妖言惑众的孽种！陈凡，小心！哼，想杀我，你还不配！检测到宿主首次激活雷劫神木，触发隐藏技能雷劫领域，是否消耗500积分释放？释放！秦副院长，你刚才说要毙了我？你不能杀我！我是秦家的人，杀了我，秦家不会放过你的。放心，我不杀你，我需要你活着回去替我转告秦月，下一个就是他。诸位同学，今日之事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现在还有人质疑我的报名资格吗？陈凡学长，干得漂亮！秦家欺压我们江城多少年了，今天总算有人站出来了。陈凡才不是什么奸细，他是我们江城的英雄。你又是怎么知道那块煤渣里藏着神木的？运气好罢了。你的运气未免也太好了。陈凡同学，哦不，陈凡少爷，有什么吩咐？帮我把报名表填好送过来。至于秦副院长，把他抬回秦家去，告诉他们，这才只是开始。陈凡，本特使记住了。检测到主线推进条件天骄资格赛，隐藏目标开启，夺取天骄令，额外奖励会根据宿主第一轮排名结算。关于这次比赛的情报都在这里了。第一场比赛是废墟回收，届时会将所有参赛的人投放到一个垃圾场，根据获得的宝物进行排名结算，其中所有的宝物，赛事方可以回收或者自己留下。废墟回收，那不是上赶着给我送钱吗？第一轮中，你要小心一个人，他是封家旁系，封林。封家，自己人？不，他是二长老的人。二长老，那就是敌人了。第一轮规则：3小时内自由回收废墟资源，最终按总价值排名晋级。大小姐，您最近真是越来越大方了。
你什么意思？拿着风氏的资源，不去培养自家人，反而砸在一个外星人的身上，不知道的还以为风氏要改姓陈呢。主人，要不要我把他的嘴碾碎？不急。听说你最近很出风头，不过我一直很好奇，你一个贫民窟捡垃圾出身，是怎么突然爬上来的？靠女人？甄凡，别冲动。怎么，你怕我打死他？风铃背后是2张吗？你要是在这里干掉他，我很难给族里交代。在这里干掉他很难交代，那等到了万界垃圾场，行，那就给你个面子。风铃3号凝气推吸区，区域以破死凝气残骸为主，价值极高。哇！你的是4号腐化区。陈凡，4号妖兽排泄废弃区，区域以妖兽排泄物为主，价值未知。妖兽粪坑，这还比什么？进去都得熏晕吧？陈凡选手的运气确实不太好啊。主人，我们真的要进去吗？尸山血海，切身都见过，但这种地方多少有些恶心。我在贫民窟长大，又怎会害怕这些？检测到低级腐化环境，可回收目标：腐臭妖兽粪块呈180，1积分每块；未消化兽腐呈42，5积分每块；酸石灵草根呈16，8积分每株。你不会真打算在这里捡宝吧？积分再少也是积分。回收腐臭妖兽粪块呈30，获得30积分；回收未消化兽腐呈12，获得60积分。我真开始捡了。原来是天骄资格赛第1人掏粪工啊！废物就是废物。宿主长时间处于极端恶劣环境，触发隐藏条件：极限脏活累活，奖励异味屏蔽，腐化抗性初级。啊！突然闻不到了，就连腐化的气息也感知不到了。检测到高价值目标。他还真从粪坑里掏出东西来了。该不会是妖兽没消化完的粪球吧？陈凡选手目前从4号腐化区取出的物品，外观上看疑似某种未消化杂质。风铃1320积分，陈凡518积分。大小姐，这就是你看中的人？堂堂风氏客卿，竟然蹲在粪坑里找饭吃。陈凡不会无缘无故捡这种东西，可这外表确实令人难以接受。主人，只要你想，本皇这就出去，让他们永远闭嘴。可主人不是说这一轮不能让我们出手吗？急什么？谷主就喜欢在这些蠢货笑得最开心时，把他们的脸踩进泥里。都笑够了吗？检测到高价值目标妖丹残核，此物为3阶妖兽吞噬灵物后未消化形成的能量结晶。3阶丹丸，那不是杂质，是妖丹残核。确认，陈凡选手挖出的并非排泄杂质，它是3阶丹药妖丹残核。此物外层污秽，但内部能量纯度极高，初步估值1500积分。陈凡518积分，生智2018积分，风铃1320积分。反超了，他真从粪坑里挖出了宝贝。1500积分，比风铃挖了半天的灵气层片还高。我的天，这也行？不可能，那种鬼地方怎么可能有珍贵的妖丹残核？我就知道，陈凡才不会做那种无意义的事。只是，陈凡积分反超，风铃被当场打脸，以他的嫉妒心，只怕会搞出什么阴招。
连这种肮脏之地都能榨出好处，不愧是本皇看中的男人。太离谱了，粪坑开局都能翻盘。风铃刚才还嘲笑人家，现在脸都被打肿了吧？陈凡，要怪就怪你得罪了秦家。这是什么？魔犬，是腐化魔犬。天骄资格赛怎么会出现这种异界污染物？终于忍不住了。这是3界巅峰的腐化魔犬，它的战斗力堪比开窍境30层以上的强者。这种魔物怎么会出现在新手赛区？哎呀，真是意外！陈凡，你那么厉害，应该能对付吧？主人，让我来。妾身许久未活动筋骨，正好拿它热热身。胆敢威胁主人，找死！别紧张，这东西身上臭归臭，但它的魔核可是值钱货。他刚才说什么？值钱货？我没听错吧？面对3阶巅峰魔物，他居然在算他能换多少积分？装模作样，我看你怎么死！今天就试一下魔法之心的威力吧。检测到3阶污染物腐化魔犬，弱点是光系与火系混合魔法，正在为宿主匹配最优禁咒，强效正面净化术，施法消耗300积分，预计摧毁率100%。什么弱点火系光明系，火力覆盖才是真理！给我充能，地狱火！还不错，能换2000积分，外加一颗3阶毒系魔核，算是小赚。风莲公子，谢谢你召出来的这头畜生，给我送了块魔核。你怎么知道是秦家的黑腐？味道挺冲的。瞬杀，3阶巅峰的魔物被他像捏虫子一样捏死了。那是什么魔法？没有银秤，没有施法材料，连法杖都没有。他的评分是多少？快查呀！陈凡2018积分加击杀奖励3000积分等于5018积分。陈凡选手，瞬杀3阶巅峰污染物，获取3000击杀积分，总积分5018，直接刷新第1轮纪录。第1名陈凡5018积分，第2名周晴2890积分，第3名风家风铃1320积分，第4名李家李寒一1100积分。秦特使怎么走了？陈凡先生还有事？没什么事，就是想让你带句话给秦家。什么话？下次想杀我，别找这种废物，连送死都送得这么没诚意。秦家是缺人手了，还是缺脑子？
陈凡先生说笑了，这次的事与我秦家无关。对对对，是无关。风铃公子，回去告诉二长，他的脑袋我预定了。第2轮的规则具体是什么？第2轮是团队战，所有晋级选手将进入一个中等规模的公共副本，随机分配队伍，按队伍总积分排名，再从中选出个人排名前10名，晋级第3轮。随机分配队伍？对，完全随机。也就是说，你可能会和风铃分到同一队。那可真是求之不得。你打算在副本里做什么？规则没说不能对内淘汰，对吗？没有。那就没问题了，帮我照顾好他们3个，我去就回。秦家想在副本里阴我，那我就让这副本变成他们的棺材。第2轮团队混战，32名选手将被随机分为8队，每队4人，队伍总积分排名决定晋级名额。抽签结果揭晓。我操！陈凡和风铃分到一队。哼，这什么地狱签？他昨天刚当众打了风铃的脸，今天就得一起组队。而且还有那个赵岩，他不是赵家旁支吗？赵家被陈凡灭门，他肯定恨死陈凡了。哼，这签绝了，3打1啊！陈凡这波要凉。天助我也！陈凡，这下我看你怎么死！陈凡，你灭我赵家主之，此仇不共戴天。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我不管，我只想晋级，别拖我后腿。哼，有意思。陈凡，既然被分到了一队，那就暂时同舟共济，你没意见吧？哼，当然。那好啊，本公子提议，我来当队长。我支持风铃公子。3票通过，陈凡，少数服从多数。行啊，风大队长，有什么高见？这片遗迹东部有一座核心祭坛，根据赛前情报，那里藏着大量高价值的虚灵结晶。我们全队一起过去，合力攻下祭坛，所得积分再按贡献分配。到了祭坛深处，找个没监控的角落，我和赵岩合力做掉它。到时候推给遗迹里的守护傀儡，谁也查不出来。可以。陈凡，前面就是核心祭坛，里面的守护傀儡比较强，我们分成2组包抄。赵岩，你和我走左边；李小姐，你和陈凡走右边。没问题。秦特使，我们已经进入神殿核心。陈凡与李寒一去了右翼，请确认那边是否有监控死角。右翼第3通道。反灵能干扰器已就位，流引法阵已被屏蔽，手法干净些。明白。哼。你不怕吗？怕什么？风铃摆明了要在这里动你，你跟着他们过来，等于自己走进了陷阱。李小姐既然看出来了，刚才为什么不反对？因为我不确定你是蠢还是有恃无恐。赵家被你灭门，秦家被你当众打脸，风铃昨天被你羞辱得体无完肤，但你至今还活得好好的。所以
所以我想亲眼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底牌。6尊，全都是灵动境初期的守卫，这是核心守护傀儡，方林故意把我们引过来。李小姐，想看我的底牌是吧？那就看好了。看到了。已经确认，陈凡进去了右翼。很好，先去确认他死没死。陈凡，我们来支援。你们来晚了。你这些守护傀儡打扫完了，怎么，风大队长不太高兴？怎么会？队友越强，我们晋级的希望越大。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们继续走。队伍秦越说什么守护傀儡能拖住他，全他妈是放屁！虚灵神髓，只要得到它，晋级前16绰绰有余。富贵险中求，风少，咱们上！退后！是高危文明的遗留物。杀了众多周秦小队的人。这个有点意思。陈凡，你不是很有能耐吗？这只怪物就交给你了，他的积分我们就不跟你抢了。懦夫！聂退后，超凡境的机甲吗？那这积分我就笑纳了。力量不错，再来！动真格的了。丁，恭喜宿主击杀高维文明战斗傀儡，掠夺残余能量，获得积分1万。一击秒杀！他刚才秒杀守护傀儡已经够恐怖了，现在连超凡级的守卫都是一击。这家伙到底是开窍境还是已经超凡了？本次大赛最强黑马！他到底是什么怪物？那种机甲都能一击秒杀？不行，他必须死在这里，否则我以后绝无宁日。
像真有点麻烦了。疯了，这个世界疯了！陈凡，我错了，救救我，救救我呀！我把什么都给你，要杀你的是秦家，我只是个办事的呀。打了这么久，也该拿出点诚意了。检测到外界攻击能量巨大，是否消耗1000积分？开启至尊古剑超频模式，持续时间3秒。开启。刚才那是什么？他把天劈开了。那是人能劈出来的东西吗？我问你，那是人吗？陈凡选手一剑折了一剑，他秒杀了虚拟神司的化形，斩断了祭坛，劈开了这片天，让我们为他欢呼，他就是我们的神。入至尊之剑，此子不除，我秦家永无宁日。传讯家主，计划提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抹杀陈凡。陈少，陈爷爷，饶命呐！我退出比赛，我去给你们当卧底。我刚才好像听你说，是秦家让你来的。是秦月，是他逼我的，还有二长老，他们一起的，不关我的事啊。那他也跟你说了，这里会暂时屏蔽监控。说了。你放心，没人会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哼，那就好。这样一来，我杀你的时候，也不用费事去屏蔽信号了。不，你不能杀我，我是。秦家，你们的下场会比他们更惨。第3轮，也就是最终决赛的规则，出来了吗？出来了。最终决赛是擂台战，所有竞技者以抽签方式对决，直到决出最强者，授予天骄令。但陈凡，你要小心，秦月今天能收买风铃在比赛里动手，明天就可能在擂台赛上安排更强的对手。而且我得到消息，秦家真正的核心弟子，一直在闭关的那个，可能会作为特邀选手参赛。特邀选手？对，这是天骄资格赛的传统。上届天骄或者公认的顶级天才，可以直接空降决赛。他的目标就是你。我还正愁秦月一个人不够我杀的，再来一个，正好凑一双。明天我会亲手摘下天骄令，秦家也好，帝都也罢，我要用这场胜利告诉整个世界，我陈凡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天骄。